严小晨，严小晨，开门！严小晨，开门！先生，请你保持安静，这里不让喧哗。我现在可以回答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可以对他负责任。我不是他的亲人，我也不是他的男朋友，我也不是孩子的父亲，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人生对他的人生负责。小晨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看你出了公司，不放心就跟过来了。这位先生，马上就要手术了，请您在外面等一下。小陈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想清楚，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考虑得很清楚了，我现在是个成年人，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我自己能决定。你们快推我进去！等一下，小陈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实情？因为我知道你是真心爱在身后的。现在你们不得已而分开，你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打掉你们的孩子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是他的亲人吗？不是。你是他现在的男朋友吗？不是。你是他体内受精卵的精子提供者吗？通俗地说，你是他孩子的父亲吗？不是。那么抱歉，既然你无法为他负任何责任，恐怕也无权干涉他的决定。麻烦在外面等一下吧，进去吧。我的争执不睡，你累了在天黑，多完美的一对，还是说自以为傻话离开了嘴，代价也许昂贵，什么时候你敢追故事的结尾？心脏有一个缺，事业有一个结，太多人步履维艰，赌一个完结。旧寂寞凭香烟，方向感凭直觉，一半心酸一半喜悦，推我们到重逢的街。我们是两个半月，分开走一圈，聚会会走为世界，字里行间。9号这位先生您好，再来跟我真的非常诚心的想请您跟我一起吃个饭，地点我已经定好了，时间由您来决定。我应该好好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，但是我们两个之间差距太大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得到你，也就只能是说谢谢再谢谢了。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让我还你这个人情吧。一半心酸一半喜悦，推我们到重逢的街。我们是两个半月，分开走一圈，聚会会走。就是因为我们家穷，没钱没地位，所以好欺负的。再来跟你。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自私，我当年根本就不会钓到，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。是他间接杀害了我妈，他毁了我们一家。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跟着我回家？窥探别人隐私很好玩是吗？还是你觉得你帮过我，你就可以随便进入我的生活？这可不是之前的所谓的朋友还是老乡能解释得清楚的吧？我只是觉得
有的时候，就算你知道真相，但不一定换回来好的结果。我只想看到你开心，我不想看到你难过。所以，与其让所有人都痛苦，还不如自己先结束这段感情。我只知道，我现在只有这一种选择。多危险，反正我那么痛。杨晓晨，杨晓晨，开门！杨晓晨，开门！先生，请你保持安静，这里不让喧哗。我现在可以回答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可以对他负责任。我不是他的亲人，我也不是他的男朋友，我也不是孩子的父亲。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人生对他的人生负责。我现在就要去干涉他的决定。杨晨，开门！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杨晨，先生，别人自己放弃了手术，你现在可以带他回去了。我们下面还要准备另一台手术呢。对不起。小陈。不好意思，给我们点时间。我明明已经下定决心了，而且我也知道，我只有这样做才是对大家都好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我刚才一躺在那儿，我发现我做不到。别自责了，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选择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的。我只知道孩子是无辜的，我真的没有权利去结束他的生命。虽然我现在给不了他应该拥有的一切，也许他以后也会恨我，但是我现在。我只想尽我的全力，好好的去呵护他，我要把他留下来。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啊！你要不先去房间里面把衣服换了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他真的蛮关心你的。谢谢。你最近都没怎么好好吃饭吧？给我20分钟，给你做顿好吃的。啊？去沙发上休息吧，啊！我帮你吧。不用了。需要帮你做什么吗？不用了。我帮你洗菜。真不用。我给你倒杯水啊。谢谢。妈呀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去吧。哎，没事，我可以的。哎，你慢点。呀，哎呦，你看嘛，
发现，我每次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，你都会请我吃好吃的。谢谢。嘴里面有东西，心里面就不会那么空了。好好吃饭，营养才跟得上。你现在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养好你自己的身体，这样才有力气继续战斗下去，对不对？小小啊，这难过归难过啊，但你得吃饱饭呐。你不吃饱了，你怎么能去战斗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来，谢谢。小小啊，你看你这门锁的，真把自己锁上了哈。你看爸爸给你做的鱼汤。来喝吗？吃。吃饱了吗？要不要下楼走一走啊？刚好可以送你回去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我不是特意送你，就是吃饱了饭，出去散散步而已。好，好，那我收拾一下。你不用管，不用管。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心情不好？心里堵得慌，上来透透气。你每天都这么忧心忡忡的，对肚子里面的孩子不好。这人啊，有时候心情好与不好不是自己能决定。况且我还经常决定不了。你突然想打掉孩子，是因为你妈那天给你打的电话吗？我们那天在医院被我老家邻居阿姨看见了。他告诉了我妈，我妈就非逼我回去跟她解释。可如果我告诉我妈说我跟沈侯结了婚又离了婚，她肯定不会让我把这孩子留下来的。所以，我还不如自己做一个了断。那孩子的事情，你想怎么跟你妈说？我可能会被打一顿。
然后他会跟我断绝母女关系，这样已经习惯了。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要把孩子留下来，我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给他最好的生活，陪着他长大。你知道吗？单亲妈妈不好做的，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。别的不说，孩子是没有父亲的，本身就要承受各种异样的眼光。要是你妈也不接受的话，光凭你一个人的爱，恐怕不能弥补她内心的缺失。这样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。我的人生怎么那么难啊？你早晚会知道，长的是磨难，短的才是人生。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，我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这些。我现在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什么办法？就是我跟你结婚，这个孩子所有的问题都不会再是问题。你也可以告诉你妈，这个孩子是我的。陈志远，你疯了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就当我有病吧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呢？你要钱有钱，要事业有事业，要相貌有相貌。只要你说一句你想结婚，应该大把的姑娘想追着你来吧？你为什么要找我呢？那只是一种形式，你可以当做是一种交易。交易？那交易也是要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进行吧？我在这个婚姻中我能得到好处，那你呢？你能得到什么？好，那我就来说说我们彼此之间获得的好处。首先，你需要婚姻来养育这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给你妈、给你的亲人一个交代，算是解决了你眼前最急迫的问题。而我也需要婚姻，来给我的家人、给我的亲人一个交代，让他们不用再为我的婚姻而操心，我也可以安心的继续做我的事业。所以我觉得，我跟你结婚是一件双赢的事情。你的理由虽然听上去都很有道理，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可取。你我非亲非故的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对不起。喂，妈。杨小晨，我现在在车站，你立刻来接我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妈来了，她在车站。哎，你现在过去不太合适吧？你妈现在在气头上，你还怀着孕，这万一真的要动起手来，这样吧，我先让老李接你妈去我家。为什么要去你家呀？你跟你妈现在最好不要单独见面，有我这个外人在，你妈多少也会顾忌一些。但是我总得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吧。我现在是在为你肚子里面的孩子考虑。程总，辛苦了，老李。阿姨，请进。妈，房子挺大呀，你的，你够有钱的啊。叶小晨，你本事够大的，知道傍大款了。我跟你爸爸这一辈子本本分分的，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啊？
我没有妈。脸，阿姨，你给我们的脸都丢尽了，你呀！轻点，你撒手！妈，我没有，没有，那沈侯怎么说啊？你不是因为报账款把他甩了吗？你告诉我，这肚子里的孩子谁的？说！妈，有本事做不敢认是吗？你跟我说这到底是谁的？阿姨，这孩子是我的。不是妈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啊？啊？妈，我都没脸。哎，颜之强，你怎么养出这么个闺女？我说不让你上上海，不让你上上海，上海你就学这个呀你？啊？你听我说，要脸呢你啊！我都觉得没脸。妈，没有你这么个女儿，我不是你妈。妈，你听我说，这孩子不是他的，这孩子是……不是，阿姨，这孩子就是我的。刚才小陈跟我置气呢，所以才说这孩子不是我的。你就干，我给你做定我一碗妈。小陈有男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他呀你？你们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现在这怎么办呢？啊？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跟小陈结婚的。我会对他负责到底，给他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我是真心爱他的。就是胡来呀，真是。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了。可是，你大好的条件，你怎么就甘心被我这么耽误啊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现在也不着急结婚，你也没耽误我什么，我只是在我空闲的时间里面帮了你一个小忙。结婚对你来说，就只是个小忙啊？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，它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我们就坦然面对。如果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们就马上离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等过了这关，将来的事情我们将来再说。
来，新娘子笑一下。好，来再笑开一点。没关系，就这么拍吧。哎，好，来，1、2。这不会是假证吧？妈，您放心，这肯定是真的。我下午就回去了。程志远，光领了证是不够的。你们两个做出这样的事，丢尽了我们老严家的脸面。怎么挽回，还要看婚礼怎么办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小陈风风光光的嫁过来的。等婚礼的事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回去接您。只能接受。严小晨，那你自己呢？伟彤，你知道情深不寿吗？两个人在一起不是结果，两个人结婚也不是结果。这种感情就注定要分开。我和沈后在一起的日子特别开心，特别快乐。
但是那些日子我都心里面有很多顾虑，我都在收着，我放不开我自己。如果我知道我和他的开心快乐只有这么短暂的时光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好好去爱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我认命了。你才多大呀？搞得暮气沉沉的。人生的路还长着呢，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人、什么样的事儿，你都不知道。我给你当伴娘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是不是和你最爱的人结婚，但婚礼是一场人生中奇妙的体验啊！别想那么多，就当一次经历，放轻松，我陪着你。谢谢你。干嘛？猴子不接我电话，我有点担心。我来看看他。孩子啊，你来的正好啊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从小一起玩大的，你去劝劝他，说不定他能听得进去呢。啊，包我身上，他在屋里吗？在。连我们都不想见。这个混蛋，我帮你说的啊。我先上去了，干嘛？猴子，你开门，你别跟我装死。开门，我沈豪，你死没死给句话。行，没死就行啊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沈豪，我不知道你跟严小晨到底出什么问题了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，但我只知道。你现在必须自己重新振作起来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要再继续这样，全世界都抛弃你了，你听见没有？开门，开门，让我进去。沈豪，你再这样，我也不管你，听没听见？开门，你不开是吧？不开我也走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数3下啊，赶紧给我把门开开。3、2、1。行，我走了啊！以后我也不管你了。哎呦，这件真不错，比前几件都好看。哎，我觉得这件特别好，你觉得呢？都行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敷衍呢？哎，你懂不懂啊？人这结婚一辈子就这一次，咱们伴娘要是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那新娘在台上多有面啊！你看我一眼，帮我挑一下。好看。魏彤，我说看一眼，你还真就看一眼啊？你能不能走点心啊？走心啊？那好看吗？真的？行，那就这件了。这婚纱是真好看啊！魏彤，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？你能不能给我点意见吗？我都试那么多件了。哎，
小陈呢？小陈，可以吃了。好。桃花给我啊！你有什么需要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让你陪我们喝2杯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有规定，不能。哎，着什么急呢？就喝一杯，来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能。哎呀，喝一杯嘛，喝一杯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哎呀，别不好意思嘛。我们这里不能喝酒。哎呀，有事。能不能清醒点？你疯了你！别，丧德性是吧？别，什么误会？喝多了。他妈张胆！等下，行，别让他走！跟我来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疯了？你刚刚在干嘛？不是，你拉着我干嘛？你松手啊！不是你松手！跑什么呀？我正想找人打架呢。你看那人什么德行，正好欠打。什么事把你弄成这样啊？没事儿，我就想喝酒，我还没喝完，进去再喝点。跟我来，换个地方喝。哎，我自己能走，你能不能别拉着我？跟我来。哇，不愧是量身定做的限量版婚纱啊！看着做工，我这得花多少钱呀？你未婚夫还挺了解你的嘛。不过我没有想到，最后给你穿上婚纱的人是他，不是沈侯。我倒是觉得呀，没有比程总更适合我们小陈的了，是不是？墙头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大家都是大学同学，就你对小陈好，是不是？同不同学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 DH 的员工，那是你老板，你这马屁拍的。那程总还是小陈的老板呢，那照你这么说，小陈嫁给程总是为了什么？我能不能把你这张嘴撕了呀？小陈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这张嘴你知道。好了，你心直口快的，大学4年大家都习惯。你原谅我了。哎，星辉，你最近和倩倩有联系吗？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，没什么联系了。哎，不过你要是想让她来参加婚礼，我可以给她发个信息通知她一下。哈，你发呀，发就发。我觉得你身上这套不错，你觉得呢？就这套吧。那新郎的衣服你还看吗？他的，等他自己来了，让他选吧。他来了。程总，很漂亮。
真没想到，过了这么久，我们还可以坐在这儿聊天，一起喝酒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最近呢跟我妈闹别扭。算了，回头我帮你问问。来，谢谢。老同学之前不说这个啊，一口就行了，一口就。那你跟你妈为什么闹别扭啊？没事儿。不会又是因为你跟严小晨之间……别说了。来，继续喝，干了。好。老李啊，哎，车里温度调高一点。好的。你要是不舒服的话，明天就不用去公司了，帮你请个假。没关系，我没事儿，挺好的。太太，我们到了。李师傅，您以后还是叫我严小姐吧，您叫我太太，我不太习惯。好的，严小姐。谢谢。需要我的时候，记得随时给我打电话。你回去吧，我上去了。
小小，你回来接我。小小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？为什么怀了整个的孩子？为什么？严耀晨脚踏两只船，怀了程志远的孩子。小陈下周结婚，你愿意来参加吗？啊，这就搞定了。小陈还是你厉害啊！看这些人啊，本来都不应该是你做的事儿。哎呦，一个部门嘛，谁做不都一样？怎么了？我私底下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跟陈总现在的这种关系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们呢？哎，你偷偷告诉我，我谁也不会说的。哎呦，我这张嘴特别的严。你们组也太认真了吧？午休时间还在开会。你是多了一碗屎吗？罗瑞元，你怎么会吃这种东西？没事吧，小陈？他怎么了？不会是被我的罗瑞元熏到了吧？他有了。真的？我说什么你都信？我话那么好听？哎。最近真有一事让我特别苦恼。什么事儿？有人喜欢我。哎，谁呀？就是公司一前台叫潘大，不知道你认不认识？给你这，拿走啊！哎呦，快，潘大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小陈。一起吃饭啊，走呀。你们去吃吧。我看你什么都吃不下，我就准备了一些家乡菜，估计你能吃几口。坐，我早上自己做的，微波炉加热了，味道可能会差一点。来，不客气。不客气。对了，小陈，你妈那边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一趟，安抚一下她的情绪。我有个想法啊，你听一下。明天啊，我们就去见她，顺便把她接来上海。参加完婚礼之后，你妈就可以直接住在这边了。你现在怀着孕呢，也需要人照顾。我在我们家那栋楼里面租了一间1室1厅的房子给她住。你安排的那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，改变方案。你是不是怕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相处啊？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，什么事情都交给我来做就行了，你只需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好休息就行了。
吃点儿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爸，妈，醒了。昨天晚上是倩倩送你回来的。你们俩，爸，你别瞎讲。妈，最近公司还招人吗？你想招什么人呢？倩倩，他们家公司最近出问题了，所以我答应她，问下我们公司还招不招人。你想招就招吧，但还是那句话，你自己得先进来。妈，孩子，你听我说，我和你妈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，我们也不是故意要逼你，啊。你妈最近偏头痛，痛得厉害，我们去医院检查了一下，医生说需要你妈要休息一段时间。你不信，你看，这血压都不稳定。喂？什么？哎呀，这不小爷吗？回来看你妈了。哎，蛮好的。哎，你看呀，这老爷子的闺女，她绑上大款了。哎呦，这女婿看着挺有钱的，带那么多礼品，哎，老刘可有福气。妈。妈，你别收拾了，我俩有话跟你说。来，客人请喝水。谢谢。哎，请坐。哎，你也请坐吧。真是丢人呐，生了这么个女儿。上回跟你说的，能做到吗？婚礼的事情，我们已经在准备了。您放心，我保证让小陈嫁得风风光光的，让人无话可说。还有，我跟小陈商量了一下，想接您去上海，从今往后和我们一起生活。你好有钱呐，怪不得邻居们说我家小陈很有本事。上次带回来那个穷小子姓沈的，说踹就踹了。妈，怎么了？嫌贫爱富，还不让说了？可是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什么样啊？书上来了。书上来，我说，严小晨，你可别忘了，小的时候你爸是怎么教育你的。是，姓沈的那小子是穷，可是穷是他的错吗？你们还年轻，只要愿意努力，还怕过不上好日子？你说你学点好的不会吗？哎，净学这些爱慕虚荣的东西。我年轻的时候要像你这样，就没你了。行了，行什么了？天天街坊邻居戳脊梁骨的骂着，你把你爹妈的脸都丢尽了。我爸现在要是还在，他
肯定会相信我。对不起啊，我妈她……你妈她其实为了你好，怕你一不小心看错人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跟你妈已经说明白了，她收拾收拾，今晚跟我们一起去上海。你怎么说服她的？当妈妈的都是为了女儿着想的。虽然你妈脾气不太好，但还是很在乎你的。谢谢啊。还说谢谢啊？服务员送来的，说是你老公嘱咐的。哇，哎，我们程总要照顾那么多客人，还能在百忙之中照顾我们新娘子的胃口，是不是很贴心啊？看见我妈了吗？看见了，在楼下呀。陈志远专门派车去接你们家亲戚，挨迎接呢。程总好。亲朋好友都已经入席了，我们下去吧。开心点。哎呦，程总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嫁人哪有不开心的呀？况且是嫁给像您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我们小陈就是有点紧张，是吧，小陈？太配了，古人说的一对璧人就是在形容你们了。哎，程总，我说你也太狡猾了吧！打着西式婚礼的幌子，连迎亲和闹洞房都省了。哎。不过，要是这么容易就让你把我们新娘子给接走，那我们娘家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是吧，魏彤？哦，早就准备好了。魏彤，谢谢程总，谢了。我不是想省，就怕小陈累上。呀，一生就累这一次。我堂姐和表姐说呀，说举行婚礼的时候觉得又累又闹腾，但是过后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。快走了，快走了，走吧。这条花道不长，我却感觉自己像走了20多年，告别我今生的最爱，走向对陈志远的亏欠。我手捧着陈志远为我准备的白色铃兰花，是他期望我坚强面对余生的祝愿。这每一步，我都如踏着我的前身。再见了，身后。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，但希望你的未来一切安好。是命运的指引，让这一对有情人在这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。今天我们欢聚于此，就是为了共同见证他们正式的进入彼此的人生。在此之前，我想请新郎和我们分享一下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，比如
为什么以蜗牛作为婚礼的主题呢？其中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因为啊，这是我太太送我的第一份礼物。那年圣诞节，我送了一份圣诞礼物给她，她要回礼，却没有准备好，所以我就问她要了一个她挂在包上的挂坠，那个挂坠就是蜗牛。那个挂坠，我一直保存着，它对我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太太就像一只蜗牛，在外人面前一直有着坚硬的外壳，保护着自己和他爱的人，甚至会给人一种感觉是难以接近的。但如果你真的走进他的生活，走进他的心里，你会发现他拥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内心。我希望我可以永远保护他这份柔软，往后余生，因为有我，一直幸福下去。下面有请伴郎伴娘将戒指交给两位新人。戒指是圆形的，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终结。这就像两位的爱情一样，连绵不断，永不停息。下面请新郎牵起新娘的右手，将戒指戴在她的无名指上。他将帮你锁定你一生的幸福和你忠贞不渝的爱情。新郎程志远，你愿意从今以后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环境是好是坏，是健康是疾病，是成功或是失败，都会爱护你的妻子严小晨，与她同甘共苦，携手共创美满的家庭，一直到你离世的那一天吗？我愿意。现在请新娘帮新郎戴上戒指。新娘严小晨，你愿意从今以后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环境是好还是坏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我们同甘共苦，直到离世的那一天。都会支持你的丈夫程志远，一直到你离世的那天吗？我愿意。新郎，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我宣布，礼成。新娘，你现在可以抛出你的手捧花，把你的祝福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。我
北桐，铃兰花的花语是“幸福再次来到”，也是淑女之泪的意思，送给你再合适不过了。希望你和你爱的人能够永远幸福下去。希望我们都能幸福。哎，我刚才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沈侯要大闹婚礼。你说小陈也真是的，干嘛还要叫沈侯来呀？他也不怕程总不高兴。小陈根本就不会邀请沈侯，好吗？那不是小陈叫来的？那他怎么知道小陈结婚的事儿啊？你也不看看沈侯旁边坐的是谁？我的天哪，这哪是婚礼啊，这根本就是修罗场啊！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发信息通知他了。怎么了？你发的。那天问小陈要不要通知吴倩倩的时候，你也在啊。刘新慧，你太聪明了。我聪明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头发有点乱了。不过去吗？你轻盈一点，她现在是别人的新娘了，戴上别的男人的戒指了。哎，别说了。好，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胡来的话，我答应你在公司上班的事情，就此作废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这么爱他呀？